你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前几天嘛，他就超开心的就跟我分享，说他终于就入手了一台 Apple TV 4K， 然后呢用来看电影呢，就真的是蛮爽的嘛，还可以搭建一个就是智能家居系统，然后控制家里的灯光啊什么的，然后就超有科技感的。结果我听到了呢，就愣了一下。我说：“哎，你不知道吗？今年下半年这个 Apple TV 呢会有新款推出耶，可能呢还会多一颗镜头，然后就直接可以进行什么 FaceTime 的视讯了。那重点是呢，还会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 AI 的功能嘛。”哎，他当场呢就傻眼了，就超后悔呢，就没有早问我一下就好了。早知道呢，就等等再买了嘛。就让我想到，就是大家因为平常都很忙嘛，每天就没有时间天天刷这个苹果的新闻了。那结果呢，很容易就是一个不小心呀，就买到了过时的产品了。所以我就做了今天这一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今年下半年吧，除了上一期视频我们提到的那些 iPhone 17啊、Apple Watch， 还有就是 AirPods， 还有 AirTag 那9款必定会出的新品之外呢，其实还有7款产品也很有可能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登场。那如果你最近也刚好在考虑就是入手某些苹果的产品的话呢，那么这一支影片呢，你一定要先看完再说，不然呢，刚买回来就出了新款，那就太瞎了。好了，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首先就是新款的 Apple TV 4K 了。这一款要推出的几率其实是超高的。Mark Gurman 已经说了，苹果打算在今年的秋季推出新的版本。上一代是2022年推出的嘛，那用的是 iPhone 13的 A15 晶片。虽然看个电影呢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要来跑 AI 的功能呢，那个效能呢就不太够了。这次的新款呢可能会升级成 A17 Pro 或者是 A18 晶片了，记忆体也会来到8GB， 然后就有机会支援本地端的 AI 的功能了。以后用这个 Siri 就是遥控家里的灯啊什么的，那反应呢也会比之前要快一点。而且有人在 tvOS 26的代码中也发现了，苹果正在测试内建镜头的 Apple TV， 可以进行 FaceTime 视讯，也可能还会加入一些就是手势的遥控动作什么的。那以后呢，就是你的遥控器找不到呢也没有关系，你就对着你家的电视，哎，就这样比手势呢就可以遥控它了。另外呢，也会升级成 WiFi 6E， 那连线的速度呢也会变得更快、更稳定了。但其实我最关注的还不是什么 AI 的功能了，反而是它能不能够打游戏。以前的那个效能嘛就太弱了，只能玩一些 Apple Arcade 的那些小游戏嘛。但是现在呢可就不一样了，那越来越多的这个3A 游戏都登上了 iPhone 和 iPad 的平台了嘛，像是恶灵古堡系列啊，还有就是死亡搁浅的导演剪辑版嘛，在 iPhone 和 iPad 上面都是能玩的。那如果这个 Apple TV 呢也装上 iPhone 的 A17 Pro 晶片的话呢，那根本就是一台小型的家用游戏主机了。虽然没办法和 Switch 2或者是 PS5 那些就是主流的游戏设备相比了，但是售价呢也比那些就是便宜很多嘛。那上一代的起步价呢就只要$129，那对于一些休闲玩家来说呢，其实会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了。我自己肯定是会买一台来玩玩看的。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记得订阅一下彼得森的频道。到时候呢，我会出一支完整的开箱体验的影片给大家看，看看这个$100多的这个 Apple TV 到底能不能打游戏。不过说到 Apple TV， 那最常拿来用的肯定还是看电影或者是追剧这种娱乐用途嘛。那这时候呢，你如果想看的是 Netflix 上面那些日剧或者是日本的一些动漫了，或者是想上那个 Disney Plus 上面看一些美国新限定的那些新影片，那这个 VPN 呢是绝对必要的工具之一了。其实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 VPN 除了跨区看片之外呢，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用法。那这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最常用的工具吧。哎，你知道吗？同一张机票，同一间饭店，不同的国家看到的价格呢，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看到折扣呢，你就急着下单了，结果别的国家呢其实更便宜，那一不小心呢就变成了韭菜了。这个时候只要用对工具呢，就会差很多了。很多人都知道 NordVPN 可以跨国追剧嘛，但还没有发现，其实呢，它还能够帮你跨国消费。打开之后呢，一键切换地区，网页一刷新，价格呢就变了。尤其是订机票、订饭店，真的是有差的。除了省钱之外，更重要的是安全嘛。刷卡、订票、上传护照，那这些敏感的资料呢，是最怕被骇客拦截的。
NordVPN 呢会帮你把你的整条连线呢就整个加密起来，是使用军规等级的加密技术，就算这个数据呢被黑客拦截了，他也看不懂。NordVPN 呢也有通过国际的独立审计了，还公开保证不留任何的使用的记录，那这样用起来呢才真的够放心。现在使用彼得森的专属链接 nordvpn.com/PETERSUN 就能够获得超级划算的一个优惠了。购买2年计划呢，还能够再多送你4个月，最多呢可以同时使用10台装置，30天之内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如果你想趁着暑假出国旅游度假购物的话呢，记得省钱呢也要顾安全，赶快去下载来试试看吧。顺带一提 ，NordVPN 现在在 Apple TV 上呢是可以使用的，只要你的系统有更新到最新的 tvOS， 然后在 App Store 上面呢搜寻就能够找得到了。好，那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吧。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HomePod Mini。这款呢其实也差不多应该换代了，上一代呢是2020年推出的，到现在已经都过去5年没有更新了。那 WiFi 呀，还有就是蓝牙的规格呀，其实呢就已经有点过时了。那这一代呢，传闻会采用苹果自家的一个无线通讯的晶片了，是由台积电代工的，然后会配备 WiFi 6.1和蓝牙5.3。那延迟更低，连线也会更稳定。处理器呢，也可能会改用 Apple Watch 的最新的晶片了，主要就是用于语音辨识，还有就是音讯处理和空间计算了。那这个呢，就让这个 Siri 的反应的速度呢就更及时了嘛。一些基本的任务，比如说设定一个什么计时器呀，或者是查看一些天气啊这种小任务，它直接在这个本地就能够完成了，就不用每次呀都丢到云端去运算了。音质的部分呢，可能也会再加强一些低音的表现吧，有可能会加入一个 U2 超宽频晶片，和 iPhone 的这个接力的速度呢也就更顺畅了。如果苹果真的想推广就是它自家这些 AI 的功能吧， HomePod Mini 2呢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最便宜的一个入门装置了，它只要99美元嘛，就能够让更多人用这个低门槛呢进入这个 Apple 生态，体验一下就是 Siri 和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的整合吧。那等推出以后呢，我会搭配这个 Apple TV 呢给它一起来测试一下，看看苹果的这套智能家庭组合到底好不好用。第3个有可能推出的新品就是 iPad Pro M5 了。iPad Pro 呢，通常就是每隔1年半左右嘛就更新一次。上一代呢就是2024年的5月份推出的 M4 的版本嘛。那这次如果是10月或者11月推出 M5 的版本呢，那这个时间点呢就刚刚好了。M5 晶片肯定会带来更强的效能了，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更有趣的就是它这个双前镜头的这件事情了。现在有些人用 iPad 会放在桌子上横着用嘛，那有些人呢还是喜欢就是拿在手上这么直着用，所以前置镜头到底放在哪边才对，是大家一直在争吵的一个问题了。那苹果这次就直接干脆放2颗镜头，让你不管怎么用，总有一颗镜头是正对着你的。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有点像去吃一个鸳鸯火锅了。你吃辣，我不吃辣，那咱们就一人一边嘛，各取所需。火锅呢是大家一起来吃的嘛。但是这个 iPad 是我一个人在用的，我真的要是喜欢手持使用的话，那我肯定就选择那个 iPad mini 了嘛。但是如果我要是选择 iPad Pro， 那肯定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横着用的，放在桌子上嘛。那现在就强迫呢，就是给我2个摄像头，那这个感觉就好像我原本就只想吃一个三妈臭臭锅，结果被你强迫升级成了鸳鸯火锅了。所以呢，我就只希望这个双镜头啊，不要变成一个涨价的借口就好了。第4款有可能推出的新品就是 Studio Display 了，这款其实也有3年都没有更新了。新的这个版本呢，主要是面板呢会从原本的那个 LCD 呢升级成现在的这个 Mini LED 的一个面板了。那亮度啊，还有就是对比度啊，都会大幅的提升。还有可能会支援120赫兹的 ProMotion， 那画面这个流畅度呢就会明显的提升了。上一代的那个摄像头呢，就是其实不是很高清了，那这次应该会从硬体层面进行改进，包括这个喇叭，也就是扬声器的表现呢，也可能同步升级。它也会内建一颗苹果的 A 系列晶片了，用来就是做这个影像的处理啊、降噪啊，还有就是音效了，还有就是空间音讯等等这些。但是它这个价格呢，其实会是一个关键。上一代的起步价是1599美元吧？那如果这次换上这个 Mini LED 的面板之后呢，涨价几乎是避免不了的。只希望它能够低于2000美元吧，不然对于我们大部分一般用户来说呢，那这个价格就实在有点太贵了。第5款有可能推出的新品就是 Apple Vision Pro 第2代了。
那这款呢，传闻年底呢就有可能会先亮相，但是呢不一定会马上上市。这次呢肯定会换上一颗 M4 的晶片了，效能肯定是更强了，空间运算呀，还有就是语音处理啊，都会比以前要变得更快。不过最大的问题呢，其实还是它这个舒适度的方面了。上一代因为是一个就是全铝合金的一个外壳嘛，那整个机身呢就是前面很重，后面很轻。那长时间戴着的话呢，真的会有一种就是脸部崩坏的感觉了。虽然后来推出了改进的头戴吧，就是改进了一下这个配重的体验，但是那个只是一个止血，它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如果 Vision Pro 要变成日常使用的设备的话，佩戴的舒适性这一块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那就看一看就是会不会今年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吧。第6款有可能推出的新品就是 M5 系列的 MacBook Pro 了。那这台呢原本就是传出今年年底就会推出，但是根据 Mark Gurman 最新的说法吧，就是现在有可能会延迟到2026年的上半年再推出了。那如果只是更换一颗 M5 晶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技术上的就是设计的问题嘛。那延后发表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苹果不想让这个 MacBook Pro 吧抢走其他的新产品的这个风头。那外观和荧幕呢，应该都会维持现在的现状了，真正的大改版呢会留到 M6 的时候才到来。那预计呢 M6 其实在2026年底就要推出了，那到时候呢就会换成一个全新的设计，加上 OLED 的荧幕了。那如果你期待就是新的设计翻新，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 M 这一代了。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想换新的这个 MacBook 的话呢，其实现在有这个返校季的 BTS 的优惠嘛，或者你就去官方整修品商店呢，没事去逛一逛，有时候真的会发现一些惊喜。第7款有可能会发表的新品，也是今年下半年最后一个压轴的新品了，那就是传闻中的带荧幕的 HomePod 了。早在就是前几年嘛，就已经有人提到过这个新品了，但是这次的这个爆料呢就更具体了。有人在 iOS 26的城市码当中呢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提到了 HomePod 将无法显示当地的天气。那这里用显示这个词呢就很关键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 HomePod 是配备荧幕的，用显示呢也就意味着带荧幕的 HomePod 可能真的要来了。那这款产品呢，有人会推测叫做 HomePod Touch， 说白了就是一个苹果版本的 Nice Hub 了，就是一个带荧幕的智能音箱，然后内建一个摄像头嘛，可以进行 FaceTime 的视讯，然后还支援就是家庭控制中心啦。预计还会搭载一个 A18 的晶片，然后成为那个 Apple Intelligence 的家庭终端机了。不过这台设备呢，具体的发表日期呢，其实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原本计划就是早在今年的3月份应该就要发表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可能要等到 Siri 2.0 的大升级完成之后才会推出了。不过话说回来，苹果如果真的想要推出这类产品的话呢，我倒反而希望它们更有弹性一点，最好能像那个就是 Pixel Tablet 一样，让这个 iPad 呢在一个磁吸的底座上面充电，然后呢又能够随时拆下来带着走。那这样呢，就既保留了这个智能音箱的用途，然后又不牺牲这个荧幕的机动性了呢，比一个带荧幕的这个 HomePod 呢要实用更多了。那大家觉得呢？如果大家也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是更好的呢，那就赶快在下面留言，留言多到一定程度的话呢，我相信库克一定就会看到了，搞不好呢就会做出这个产品了。也别忘了我们正在进行的25万的订阅 iPhone 17抽奖的活动是正在进行当中的，详细的规则呢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谢谢大家，我是彼得森，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